你以为圣诞老公公只会送礼物吗？在以前，如果你不乖，可是会被切成肉块，腌在桶子里，然后被端上圣诞大餐的哦。这根本是食安危机啊！各位校园大家好，我是虽然被吓到，但依然坚持理性务实科学的辉仔。刚刚那一个开场太过分了， Christmas 明明是充满节日气氛，而且准备好迎接圣诞老人的好日子。我是珍姐。辉仔，我刚才查了一下你的生物识别数据，你今年14岁了吧？14岁还相信圣诞老人，这在精神医学上通常被归类为认知发展迟缓，或者更糟，现实逃避症候群。等等，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基于概率的科学推论。你想想，全球有这么多目击报告，根据大数法则，总不可能所有人都在集体幻觉吧？而且圣诞节是根据天文历法计算出的冬至庆典，是充满脑内啡与多巴胺的快乐日子。快乐，那是因为现代人把节日消毒过了。辉仔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在一年最黑最冷的晚上庆祝？你知道历史上最早的圣诞访客是做什么的吗？当然是送礼物啊，制造欢乐，散播爱，就像可口可乐广告里演的那样。不，他们是用来献祭的。欢迎来到圣诞节的真实世界，把你的圣诞袜收起来吧，辉仔，因为今晚我们要聊的不是那个喝可乐的红衣胖子，而是那些躲在他影子里专门把小孩塞进袋子里带去地狱煮汤的东西。煮汤？你不要吓我！首先，我们要解决你脑中那个慈祥胖爷爷的滤镜。辉仔，你觉得圣诞老人为什么穿红色？这我知道，这是有科学依据的。红色代表热情、温暖，而且在雪地里，红色是光谱中波长最长的颜色之一，最容易被肉眼识别。这符合航空安全法规的警示射标准，避免跟民航机相撞嘛。理性、务实、科学。错，他穿红色是因为那是一瓶汽水的颜色。啊哈，汽水？在1931年前，圣诞老人的形象完全是一团混乱。他有时候是穿着绿袍的精灵，看起来像个发育不良的园丁；有时候是穿着兽皮的野人，手里有长矛；甚至还有看起来像营养不良的流浪汉。直到可口可乐公司觉得冬天汽水销量太差了，需要一个能够在冬天也大口喝冰可乐的代言人。他们找了插画家哈登·桑布隆，把圣诞老人画成了穿着可口可乐品牌红白色系的胖子。那张红润的脸，那个大肚子，全都是为了行销设计出来的。辉仔，你崇拜的不是高维度外星人，
你崇拜的是一个被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史上最成功的推销员。他的任务不是送礼物，而是让你觉得在零下10度喝糖水是很合理的事情。那我的童年回忆其实是一场长达100年的植入性行销吗？所以我每年写信给圣诞老人，其实是在写信给可口可乐的客服部门。基本上是这样，而且客服通常不会回信。不过这还算是这整个故事里最温馨的部分，因为在他变成可乐代言人之前，他的原型可没有那么好客。我们把时间倒推2000年，在北欧，冬天最黑暗的日子被称为耶鲁节。那时候天上飞的不是送礼物的雪橇，而是狂猎。狂猎听起来像是某种电玩游戏的副本，有稀有掉落物吗？它是副本没错，但掉落物是你的灵魂。传说中，众神之父奥丁会骑着他的8角神马斯雷普尼尔，率领一群亡灵军队在夜空中呼啸而过。任何不幸看到他们的人，就会被卷入队伍中，永远回不了家，成为亡灵大军的一员。等待8角的马，现代圣诞老人有8只的驯鹿，这巧合太可怕了吧？这不符合生物演化论呐！这不是巧合，这叫文化挪用。奥丁就是圣诞老人的原始模板之一，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圣诞老人要从烟囱进来。因为门锁住吗？不，在古代欧洲信仰中，炉灶是连接生者与死者世界的通道，它是家中最神圣的地方，也是亡灵出入的门户。奥丁或许会同烟囱给予祝福，但更多的时候，那是为了让亡灵进入屋内取暖。所以当我在壁炉边等圣诞老人的时候，我其实是在等一群死人军队的头领准备从死者的通道爬进来。完全正确。你想想，那个从黑暗的烟囱里爬出来，满身尘土，背着袋子的人，袋子里装的真的是礼物吗？还是他刚从上一家抓来的灵魂？孙姐，你一定要把气氛搞得这么僵吗？我还想喝热可可喝吧，那是你最后的温暖了。因为奥丁还算是讲理的神。如果你把镜头转到阿尔卑斯山，那里有些东西连奥丁都不敢随便放出来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也是圣诞节的一部分，这根本是万圣节跑错盆了吧？工作人员图放错了吧？坐下，胆小鬼，这是圣诞节最精彩的部分。容我介绍坎普斯，他是圣尼古拉斯的影子，也是他的好搭档。你知道圣诞老人都说好孩子有糖吃，那坏孩子呢？没有礼物，顶多拿到一块煤炭。美国影集可都这样演呢。太天真了。在奥地利和德国的传说中，这是一场严格的绩效考核。圣尼古拉斯负责当白练发糖果，坎普斯则负责当黑练善后。他会用白树枝抽打坏孩子，如果孩子实在太坏，他就会把他们塞进背后的布袋里，直接带回巢穴。带回去做什么？
辅导教育，还是劳动服务？吃掉或者丢进深渊，这取决于他当天的心情，也取决于他饿不饿。这不科学，这不合理，这违反儿童保护法，而且这是恐吓教育，会造成心理创伤的。这是现代的坎普斯游行，你看这些人是不是很享受被打？这一点都不科学，这是集体斯德哥尔摩症候群。为什么过节要这么暴力？因为恐惧能维持秩序，这就是古老的二元平衡。没有地狱的威胁，天堂的奖赏就没有意义。辉仔，你今年有没有偷懒没有更新程式码？坎普斯在看着你哦。如果你不怕被打，那我们来聊聊佩西塔夫人。她有2张脸，一张是美女，一张是长着铁鼻子的老太婆。铁鼻子，那是一只吗？古代的医疗技术这么发达？他专门检查你在圣诞节有没有把工作做完。如果他发现你偷懒，他会潜入你的房间，用刀划开你的肚皮。停，不要描述细节。把你的胃和内脏全部掏空，然后填满稻草、石头和垃圾，最后再缝起来。这绝对致死，败血症感染率100%。而且人体腹腔的空间是有限的，石头会压迫横膈膜，导致呼吸衰竭，这根本是猎奇恐怖片的剧情。这就是古代的绩效考核啊，不劳动者不得食。既然你不工作，肚子里就不配装食物，只配装石头。我宁愿被扣薪水，也不要被填石头。地球的职场环境太恶劣了。接下来这个故事发生在法国，3个有钱的小少爷迷路了，敲了一个屠夫的门求诉。屠夫热情地接待了他们，然后把他们杀了，切成肉块，丢进腌肉桶里腌了7年。7年，那是成年老肉了。不对，这是磨砂还是分尸？这已经不是神话生物了，这是真实的刑事案件呐。后来圣尼古拉路过，复活了这3个孩子。为了惩罚屠夫，圣人强迫他永远跟在身边，做他的仆人，负责处罚坏小孩。他就是鞭打老爹。等等，我必须指出这个逻辑漏洞。圣诞老人雇佣了一个连续杀人10人魔当助理，这就像蝙蝠侠找小丑当罗宾一样荒谬。这通过背景调查了吗？这叫做恶人还需恶人磨。你想想，如果有个阉过小孩的屠夫盯着你，你敢不乖乖吃青椒吗？我会连盘子一起吃下去。既然你觉得那些都很野蛮，我们来点文艺的。我们去威尔斯，在那里你会遇到一匹死掉的马，马里勒维德。死掉的马？僵尸马？准确来说是一个装饰着彩带的真实马头骨，眼窝里可能装着玻璃球或灯泡。它会在圣诞节敲你家的门。敲门？干嘛？要糖果吗？不，它要跟你 battle。 战斗。Rap battle， 这叫做喷口。骷髅马会在门口唱出讽刺的押韵诗句，你必须马上唱回去反击。如果你词穷了输了，你就必须让这匹骷髅马进屋，给它酒喝，任由它在屋里大闹。等等，这我擅长，理性务实科学，我有海量的词汇库。佑佑，你是个头骨没有皮，看我不拿数据分析你，钙质流失很彻底，快回土里去休息。怎么样？
好尴尬，你这样绝对会被马咬，而且这代表了生者与死者的博弈，你以为只是数来宝吗？如果你觉得一匹马很难对付，试试看希腊的卡利堪扎罗伊。这些哥布林平常在地底区世界树的树根，想毁灭世界，圣诞节他们会冲到地面上来捣乱。玉树，根据地质学，地底是阳江哈地壳板块，哪有的树？他们会在你家火炉撒尿，弄酸你的牛奶。不过对付他们有个很不科学的方法，在门口挂一个漏勺。漏勺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笨到只会数到2，他们会整晚盯着漏勺的洞数1、2、1、2，一直到天亮被晒死。这是什么强迫症怪物？就我能赢？别高兴太早，冰岛还有约尔拉德圣诞13怪人，他们不是精灵，是罪犯集团呢。譬如说，舔勺者会偷舔你的汤匙，偷香肠者会躲在横梁上偷肉，还有摔门者，专门半夜用力摔门吓人。专门半夜摔门，这不就是我那个住隔壁的室友吗？原来他是冰岛怪人。还有舔勺者，这卫生习惯太差了，唾液会传播，幽门旋干净呢。最可怕的是他们家的宠物有耳猫，它会吃掉所有圣诞节没有穿新衣服的人。为什么？没穿新衣错了吗？这根本是服装业者的恐吓行销，这比可口可乐更恶劣。这是源自古代为了鼓励工人在圣诞节前把羊毛处理好，如果偷懒没做完工作就没有新衣服，然后就会被猫吃掉。多么高效的绩效管理制度啊！相比之下，你的老板只是扣你薪水，你应该感恩了。我现在觉得可口可乐的胖老头简直是天使，我宁愿被行销也不要被猫吃掉。听完这一圈，我觉得地球的圣诞节太危险了，我还是回火星过年好了。其实这些黑暗传说都是生存手册。在古代严酷的冬天，物资缺乏，人们需要恐惧来维持纪律，强迫劳动，保护食物。没有坎普斯的鞭子，就没有圣诞老人的糖果。所以恐惧有功能的，这倒是符合演化心理学。没错，今天的不科学研究社就到这里。我们想问问各位社员，如果你要创造一个属于现代的圣诞惩罚怪物，你觉得它会惩罚什么样的坏习惯呢？譬如说吃饭刷手机惯。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。哇，我已经想到了，已读不回怪，专门抓那些已读不回的人。那你可能会先被抓走啊。好了，记得订阅、按赞和开启小铃铛哦。如果不订阅，今晚佩西塔夫人会去检查你肚子里有没有石头哦。圣诞快乐！